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说北道对话环节。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在国内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去探讨一下一个新的现象，一个对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然后呢，他们两位呢都有一个相同的学历背景。然后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两位朋友啊，那个薯条，你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大家好，我是来自新青年联盟的薯条，欢迎大家在 DC 社群里面搜索我们新青年。我是在校一名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哦，好的，谢谢。那个 K 小姐跟我们说一下你是谁？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 KY，然后是一名来自广州的朋友然后我跟薯条一样，也是有那个新闻采编、新闻传媒这个专业的方向，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比这一个失业更严重的方向，就是古代汉语然后现在主要是在各大企业去任职，就负责品牌跟市场管理这样子的一个岗位。哦，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那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了啊。那我先问问这个薯条啊，你作为一个年轻人，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国内的整体的那个环境是比较不好的，那你在这个就业问题上啊，你自己是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可能是你过去几年前跟你现在的那种观感有什么改变呢？呃，我个人而言的话，因为我的家庭条件还可以，所以我一直以来对于就业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大概哦是到了从去年开始说的话，就开始感受到这个就业压力了。因为我自己也有过那个实习经历嘛。哦哦我大概明白了现在这个，尤其是这个新闻行业，它的就业难度，所以开始为以后的就业问题开始考虑了。哦，那就以前你没有听说过相同背景的那个就是学生啊或者什么跟你探讨过这个事情吗？就你在读这个有的，专业的时候，哦，那他们是怎么说的？有的，有的。我是去电视台里实习的，然后呢，带哦我的是我的一个亲戚，是我的哥哥。哦哦，他就是新闻专业毕业的，然后他是通过人脉进入了电视台。嗯我在跟他探讨这个就业的时候，他给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像没有路子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往这个方向上就业了，因为难度确实太大了。嗯，因为在中国的话呢，他新闻专业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记者，但是记者记者就意味着你要进入像广播台、电视台、呃报纸、嗯，编就是编辑部这种，其就是实其实都是央企，说，嗯，嗯，也不算央企吧，说白了就是哦，国国企国企，家所有的嘛。那嗯就是给国家打工嘛，他有编制嘛。嗯那编制的话，就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难以企及的，僧多粥少的局面。嗯。那所以在会有你看来的话，就特别你这个特殊的这种专业的话，就如果在年轻人来说，就业市场就真的很靠那个关系才可以打通一些机会，对不对？就如果没关系的话，真的根本是干不动，对不对？其实说句实话，在国内的话，就我从我的长辈，包括我的同龄人那边得来的信息的话，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职业都需要一定的人脉。哦，是这样啊。那个 K 小姐，你认为怎么样呢？你的经历也是这样子吗？对你来说，因为你们都有相关的专业背景，那个学术背景，你怎么看？嗯，因为跟薯条不一样因为可能他还是就很年轻嘛，就在读的一个大学生，就像啊，我们这种已经毕业几年的老人家，就是
我们前几年其实说真的，我们刚毕业的时候的就业形势其实还挺好的，因为当时可能我们更多，我记得非常清晰，是我们面临更多的一个关键十字路口的选择，是在于到底你要去当时可能在16、17年很流行的那种所谓的90后创业这样子的一条互联网什么国家扶持啊、政府扶持这样子的一条道路的方向，还是说你要安安稳稳的去一个什么500强或者是那种事业单位去打一份正常的一个工啊，这样子2个大的一个分岔口。所以当时我们毕业的那年，其实就业环境还挺好的，我个人觉得就选择多，而且就是刚进去的时候，薪酬其实基本上也会比当时可能刚毕业的那个平均薪酬要高一点，而且可能你特别是我当时是一开始先选择了那个互联网90后创业这条路，也有试过嘛，所以的话就也是我也挺认同刚薯条所说，就是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社会，其实干什么事情都好，就媒体跟人脉这2个大的一个东西在背后的支撑着，所以的话基本上如果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刚毕业的时候如果选择了比如说90后创业这条当时政府可能在扶持的一条道路的话，那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疯狂的一些媒体曝光，还有就是我们会以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title， 比如说你出去什么随便一个人都什么 CXO 啊，什么联合创始人啊，这样子。这么牛逼啊！对啊，就是都是一些很虚的一些光环啦，其实就然后出去之后，但是你就可以利用这个 title 去认识到各行各业一些人家真的是深耕了10几20年的一些前辈，所以的话，对于看你怎么利用吧，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当它是一个很虚的头衔的话，可能当时也会害死我们那一个年代不少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如果是你真的利用它去广结人脉，然后利用它作为你的一个敲门砖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在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去认识到蛮多很牛逼的人的。那我发现你的态度跟那个薯条的态度好像完全相反哦。那薯条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现在那个中国政府没有一些好像他刚刚说的那种新的那种条件或者那种待遇出来或者政策出来，去拉动这个就业方面的那个改变吗？没有刺激到你们吗？在我看来，这其实没什么，因为毕竟一个时代的人，他有一个时代的红利跟一个时代的对列出嘛。那我们这代就是所谓的后疫情的就毕业生，说实话就是列出要大于优势的。你就认为真的差这么远吗？现在的情况？我觉得真的差很远。真的差很远。因为你可以，其实通过读一些关于就业这些方面的研究报告，就能得出，就业青年的失业率其实是呈现出一种走高的趋向的。这个当然跟疫情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近几年从18大开始，经济的增速放缓了，引发的后遗症。那所以就因为怎么说？我觉得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也影响到现在国内的人的那个心态也有很大的改变啊。就因为你就知道你现在都流行语什么躺平啊、内卷啊什么的，我觉得好像跟以前我就是看到的那个国情有一点真的，或者那种国民的那个心态是完全相反的。就好像刚刚那个 K 小姐形容她的那个就业的或者那个经历的话，好像听起来很阳光啊，很有冲劲啊，很有希望。但是现在如果你去问就全国人民的话，他可能就是总会跟你说啊内卷啊想躺平啊，这态度完全是一个颠倒了。你们觉得呢？现在我都很想躺。你现在都很想躺平，对不对？对，我就觉得，因为我现在就常常听到国内的朋友就跟我说，哎，
干什么都不想干了。干了都已经对啊，太累了，何必呢？做人对吧？对啊。那薯条呢？很简单，因为在我观点看来，就因为以前它的增速，它的经济增长，它那个增速放缓的速度还没有疫情时候那么慢，所以说大家虽然可能感受到了一点压力，但是整体来说，感觉上日子还是有奔头的。嗯但是现在的话，就是问题已经完全的展现出来了，嗯。明确就是差不多明确告诉你，你以后的日子可能就是这样子了，而且最重要一点是，没有奔头，它没有好转的迹象，这是最重要的。就根本让你看不到希望。是的。哎，也挺可悲的，我觉得现在。对啊，没有就是这个看不到希望，也是一种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可能也可以改变成一种动力吧。就因为看到一些不好的或者没有希望的话，那你们会不会有那种冲动，就是我要闯开这片天空或者什么的，杀出一条血路？这不是也会不会有个新的动力存在？不会。不会。闹革命算吗？没有这么严重啊。这果然很大学年轻人的想法。那靠你们最近的确是在国内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那个有个 UP 主在 B 站，他就是做了一个歌曲嘛，就是那个阳光开朗孔乙己那个歌曲，你们听到过？对啊，那我觉得他就好像反映出你刚刚所说的那个话，他可能就是那个歌就是他的那个宣泄，然后他可能会因为那个歌去产生一种革命，或者把大家的那个思想跟那个心里话都说出来，然后去做一种思想上的冲突吧。但是最后就一火了之后，就马上被所有的平台给 ban 掉了，然后现在也已经就没有了。这个也是一个官方的一些决定吧，我觉得就不想大家去讨论这个事情，或者不想引导大家去往这个方向去想吧。你怎么看呢，薯条？我个人感觉这件事情跟官方的态度没有多大的关系，它跟平台的态度关系比较大。那平台不就是很简单嘛，那不一定嘛，就是它两套审查机制的呀，就是一套呢是它平台内部审查，然后一套是交给官方的，官方进行外部审查。那很可能这个视频，我才觉得很大可能就是在内部审查这道坎上面没过去。很简单嘛，因为他们平台说白了就是为了逃避责任，他有些话觉得说出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响，他就自己自作决定把它给限制或者删除了。那但是意思都一样啦，我觉得这个，但是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他这种发生或者他这种发生的背后，就可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一种你刚刚所说的革命啊，或者那种不安因素存在嘛，而导致到就跟这个国家的想走的方向不一样，而导致到他被禁言了嘛。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就是他这个事情或者他那个歌曲，因为我有了解过，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歌曲或者什么的就挺有创意的。虽然是先不讨论他这个观点问题，但是他这个歌曲本身的制作跟那个创意性是存在的。那如果是我们可以想象下一个反效果，就如果那个中央或者谁就是管理这块的人去把这个东西正向的去发展，去引导他往正向的那个舆论去说的话，我觉得结果会不一样啊。就比方说，好像说央企或者什么的，就把这个歌给拉上去，然后请他上台唱，然后说他这个创造力很强啊，然后你看年轻人，你遇到那个绝望的时候不要放弃，然后你可以通过一种新的力量或者新的做法去拓开一个新的市场啊，然后就可能把它
当做一个不明星或者，Max，什么的。这件事逻辑不是这样子的。首先要明白的是，他创作出这首歌，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讽刺。对啊，那讽刺也是一就说种创作的动机啊。那很明显的是，无论哪国政府，他对这种讽刺都是持反对意见的。这种对觉国内的批评得，都是持反对意见的。但是你可以他不可把它引能会把这个作向正为一个，大正向他吧？有啊，你说这个例子它是有的，比如说央视网，他去评价这个孔乙己文学，哦那它的导致效果什么呢？哦大家都在骂这央视网，为什么呢？他哦那篇文章写的太，我只能说，抱着一种高人一等的心态去哦，写的这篇文章，他的评价根本就是基于他自己的主观立场去你做出的，说的是他的文章的没有语调那些问题吗？不是语调，是他整个的用词以及他想表达的内容，哦都是站在那个写作者自身的立场来说的。哦最简单点就是，我举个例，就是说，在体制里的人哦哦对在体制外的人说，还不是你们不努力，就这么个效果。那你想想，在哦，体制外的人这么多，大家看到这种话，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对啊，所以那这你这这就做是就是说，他不是正面的去引导啦，他就是变成负面了。那如果是正面的引导的话，那那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就把一些好像创作者或者什么，你看他遇到困境，然后他还可以去这样面对，这么勇敢的，然后创作这个很火的曲了，然后他现在火了，然后他有通过这个转型了，从一个送外卖的变成一个唱 rap 的或者唱 hip hop 的或者什么的。然后就不要把这个事件变成一个负面嘛。我意思就是说，他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变成正面是他们这个做公关的事嘛。但是我说的是那个政府的态度或者那个掌控这个板块的管理者的那个态度，就应该把它正向的去拉，不要负面的去把它贬低。我都觉得这样。那我从两方面跟你讲。第一，他试图过从正面去解读，但是失败哦了。其次，其次，其次我说句实在的，他创作出这首歌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讽刺你现在这个政权的政策。然我后知道。然后你说哦，你讽刺我，我还要给你这什么笑脸相迎，还要说，然后还要把你当个典范拿那你出来宣传。才显得自己是大，这种事，就是显得自己有自信啊。就是说，如果我是掌握这个东西的人，我就觉得我现在很自信，就对我自己的那个整体的那个 policy 或者环境很自信，我就跟全人民说，这个东西是短暂的，但是在这个短暂的那个低谷里面呢，我们应该怎么去看未来呢？然后我们可以借助这种以前鲁迅的那个文章，以前鲁迅的故事也告诉过我们，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是怎么走出来的。然后这位年轻人他的歌曲让我们去了解过去，然后我们再放眼未来，这什么嘛，就看你怎么说嘛。我觉得总会有办法把这个东西是变正向发展的，真的不是这么负，Max，面。你说到点上了。他哦，就是没有这种他对他对于未来就是没有这种自信啊，谁都说不清楚未来会发对呀，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那这就是这个就掌控者的问题嘛，就是他应该要帮整个市场或者整个中国加入这份自信，才可以令所有人民更加自信嘛。但是他反过来现在把这个东西打压了，反而更明显说明就是跟大家说他很不自信，他根本就看不到那个希望在哪里，所以他根本就不想让你们去说。所以说这就更绝望了嘛，你明白？就是作为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反效果嘛。我意思就是这个手法做错了，而导致到那个结果更加不好，对不对？政府就应我觉得该再创作一首 rap 去 call back 他。对啊，对啊，这真的，你想想嘛，真的可以更有效的可以把这个整个情绪或者整个氛围给搞得更嗨一点，可以更开心一点，然后去再探讨一个新的出路嘛。反正大家那个全人民的那个心要把他们往那个正放的去
拉动，不要把它变成悲观的情绪，就不要让所有人觉得躺平嘛。中国不是一个，中国向来不是一个喜欢搞政治娱乐化的国家呀。他这么做，不一定是娱乐化。首先不可能，其次他没有这么做必要，因为权力在他手里，他想让他闭嘴就闭嘴了，就这么简单。他不想听到他说这些话，那就当然了，不听的。我们也很了解这个一贯的做法。我只是说，就是那你总会改变嘛，这总会就升级嘛，就你怎么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面临的困境，然后怎么去解脱这个东西，怎么去让它更好的在做一个所谓的外国所谓的那个 soft landing， 知不知道？就是软着陆，对不对？就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往下走了，然后我们怎么去制造一个 soft landing 出来，让大家没有感觉这么疼，让它那个反弹的那个速度更加快，这个是必须要去想的。然后这个就直接会就跟全国人民的那个情绪是很大关系的，因为他们有动力，有那个希望的看到了，然后他就不会觉得现在的疼会这么疼，对不对？是一个心态上的调整嘛，我觉得。就好像刚刚那个 K 小姐说的话，如果中央的真的做一个什么的，去做一个节目或者什么的 call back， 然后去找社会上很多这种创作人，然后大家去用一个新的创作思路去打开一个新的话题，就从这一首歌开始，然后创作更多的歌出来，然后那个歌里面包含一些更加正能量、更正方去看未来的话，那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一个心态的调整了，对全国人民。这种红歌向来不少啊。那我不知道啊，那有没有这个这么火啊？有没有这个这么大的影响力嘛？就是你怎么去把这个变现才是问题嘛？你有时候很多那个央视出的东西都没有人看，对吧？或者对年轻人来说没有感觉嘛？但问题是现在是我们这个最大问题是出现在年轻人这个板块嘛？我觉得首先他这首歌影响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其实过于短暂，它没有一个发酵期，只是一个短暂时间内的宣泄罢了。对啊，那就作为引导作用咯，然后就继续开展其他，就好像你现在国内很流行那个什么那个stand up comedy， 就是那个脱口秀，对不对？那个脱口秀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看的啊。那其实那个 stand up comedy 那种的话，在国外也很流行啊。然后就允许他在利用这种说笑话的那个过程里面去探讨一下社会议题啊，然后从这个笑声中去找出路嘛。其实是一种安抚全人民的那个心态的然后情绪的一种手法了。通过这种舆论，那你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安抚的手段啊。他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他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没有，我觉得你就是要先安抚，才可以制造那种 soft landing 的氛围嘛。就是如果没有那个氛围，其实我跟你说，你之前跟我说的那种看法，就是对就业啊或者对未来看法，其实你就已经步入的那种心态，就是你认为是一个 hard landing， 就是一个硬着陆，就是会很疼很疼。然后整个社会有动荡什么的，你都说出革命这个词来，那就认为你心里面已经把它定性为一个 hard landing 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对他以后的那个反弹的作用就有很大的影响了。如果他可以营造一种 soft landing 的这种心态在整个社会氛围的话，那大家的做法、做事情或者那个心态就会导致到他以后反弹的那个力度会很大很大。好，这个差很远的这个。就在经济学上面的理论去看的话，所以说那个政府如果调整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手法问题，然后这个就直接影响你们年轻人的看法了。我觉得 Max 你是在用西方的那一套去度量中国的。首先我们中国政府没有必要这么做。中国政府一贯以来的态度其实是，我不需要你们对我指手画脚，我知道我该做什么。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啊，那我也没有说对他指手画脚，我只是说只有这样的可能性嘛。嗯，就不管你是对他友善的意见还是尖锐的意见，其实他接受的程度都是比较低的，因为嗯他是有一套就说内部内决的机制嘛，就体制的东西嘛。他事情都是放在内部去进行讨论，内部给嗯出最终结果，再去内部下发执行的。所以你这种说白了，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说的话，对他第一造成不了影响，第二没办法没办法让他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嗯。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那种机制上的不透明，我觉得就产生会有很多矛盾啊。就比方说，我觉得你看我们不是从这个政治层面去说这东西啊，我现在是探讨一下，就好像你是学生嘛，对不对？你看他这种体制的背后逻辑就是说，很多东西不透明，对不对？也不去跟外界去做沟通，或者做那种引导或者什么的也做不好。所以说，我觉得好多在国内的学校，它那个体制的问题就好像说，它跟那个市场就好像有点脱钩，就导致到呢，它那个逻辑就是你上学学的东西或者那个他教你的那些东西，可能跟那个商业上的需求有点就是不搭钩，然后你到时候你毕业之后呢，很多就我发现我听很多那个就老板啊，或者做企业的啊，或者做工厂的什么的，他就说毕业生出来之后，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懂，就他们学的东西跟我们公司或者市场现在需要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地方的东西，然后就搭不上，所以说导致到严重就变成现在更严重的这种就业问题。那你们两个都经历过了，都有这样的感觉吗？是这样的情况吗？哇，谁的专业够我的搭不上社会的发展啊？我的那也不一专业出来定啊。最对口的专业是什么？知道吗？我的专业出来最对口的职业是考古。哦，没有你，对啊，那你不是说你有两个专业吗？你一个是读那个历史，然后另外一个是读那个新闻嘛，新闻传播嘛。那就是因为第一专业的那个古代汉语，就哦自己都感觉你都没踏入社会就感觉到了绝望，所以才会去辅修第二个专业啊，就新闻传播。就相对比而言，它新闻起码你看起来它的路子的选择性会比较多嘛。就哦，在我们那个时候哈，如果你说你读个什么古代汉语，真的我们当时出来最对口的专业就是去考古，就是你有比但是对我这种你说这个东西是你个人选择嘛？对啊，是你个人的选择啊。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除了这个个人选择或者去读哪个科目的这个东西之外，我说的是在你读这个专业或者在读学校的过程里面，你受的那个教育或者他教你的那些逻辑思维又好，那些东西其实跟那个市场的需求是不一样，因为它体制内制定了一套东西，然后它体制又不透明，又没有跟那个市场就是做到一个很好的沟通，所以嗯，导致到你在学校学的东西根本在外面是没有需求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如果他我更好的跟外面的企业或者什么产业去多交流，就是不嗯要总是说就是总，Max 用这种体制来 Max，看世我想界嘛。纠正你一点，你说的这个说哦法其实不对的，因为你知道什哦么？因为教育它天生就是具有时候性的，你能明白吗？它不可能说你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需求，它那也教育第一时间就能反馈到，它的教育我知道，我都是有时知道，候性的，我知道，但是人而且家说而且的是不是时候性的问题，是根本那个方向都不是在同一个方向，你知道吗？嗯，就是那些老而且板说的。而且对我对你这观点我其实也是不哦认同的，因为我别的专业我不知道，起码我这个新闻传播专业哦哦很多的基础功就是在你读本科时候读那个 college 时候去打下的。如果你这部分没有学好的话，你说实话，你就算你真正接触了工作，你比别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去把一件事情做好。真的，嗯，学校教那的东西不是完全没有说一说没有用的。具体的例子吗？可以说一说具体的例子吗？比方说他读了什么或者学了什么，你觉得是有用的，然后学了什么是没有用或者那就拿我具体，那我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去电视台好实习，他让我出一篇消息稿，然后哦我有专业学习，我知道该按照什么样的框架去写，该写到什么点，该提到什么点，交上去的话，基本上一遍两遍都能过掉。但是你让一个没有专业背景的人来写的话，他可能首先他不知道消息稿怎么写，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消息稿，嗯，他写出来的基本东西，别人是不会接受的。嗯，那所以说你是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体制内的教育系统，它跟那个商业的那个需求是没有脱钩的，大体上，嗯，肯定是没有脱钩的呀，因为我就拿我们学校来举例，我们学校的课程设置是由老师商定之后来进行设置的，就是什么，我们老师他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大部分都是业界出身，都是新闻业界记者出身的，嗯，他们能够明白这个新闻市场它到底需要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会根据这样子他会根据现在当这些新闻市场要求去设置课程，都是很实务性的。嗯，那个 K 小姐呢，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怎么样？一些人理解薯条的一个看法了，我觉得是要分两个嘛，就是一个就是像新闻这一种，或者是像什么金融啊、经济啊，它其实是偏向于应用专业这一块的。我觉得就是在大学的教育还是必须的，就像一些打基础、一些基本的框架，就起码你有一个大体的一个基底，有一个根基，你出去才有更好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空间。就等于说，你起码要以一个60分的水平出去，然后别人才能去接纳你，让你进这个门槛，你才能有机会去爬到80分甚至是更高的位置。但像那种非应用科学的非应用学科的，比如说像我之前第一专业修的那一个，它可能对社会的实质的价值并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之前其实也有，在我刚毕业没多久，其实我有刷过一篇文章了。他当时也是说，他说，哎，像比如说像读历史，或者是读这种语言，或者是像这种文学类的，到底他对一个人他毕业之后他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因为很明显，你可以看到经济价值基本上是约等于0的，但可能更多的就真的是有一句话虽然是真的很空了，但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它真的会对你看这个世界的角度跟你本身。你对这个一些人生或者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角度里的看法会完全是不一样的，就可能你会以一个更平和、更全面，而不是以客观，或者是不是以一个很短暂、很短视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看整体，因为你学习过历史嘛，你学习过文学嘛，所以很多东西你的是会更加的把这个整体的空间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角度会更拉长一点点，而不是局限于可能是某一个时空或者是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发生的具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来说最大的价值真的就这里吧。但你说如果跟我的职业或者是跟我比如说更现实一点的什么升职加薪挂钩的话，我根本觉得我的第一专业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应用价值的。但如果是新闻的话，它就像薯条所说的，它教于我的一些基本的，比如说新闻稿怎么写，或者是新闻你要怎么说，6要素啊，新闻的5个 W 你要怎么去做，就这些东西的话，它真的就是给我打了一个60分。就如果我连这60分都达不到的话，可能我连进去的那个门槛都够不着。我要补充一下 KY 老师说的一些点啊，就是其实不至于没事，你们就比如说其实在我就是说在中国本科阶段，大部分学的都是行业的基础性知识，而且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给你搭建一个框架。当然你在大学里面你想往框架里面塞什么东西，你都是可以的。进了社会之后，就是行业给你往里面塞什么东西了。如果但是主要问题就是有这个框架在，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学生的优势。比如说像那个创新思维，还有就是辩证思维，
还有就是看问题的角度，这些才是我在我看才是更高学历的优势所在，而不是说我在大学阶段里学到了这个行业，它现在它到底要用到什么，我去学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很就是在学习技能嘛。但是大学它本质上不是一个学习技能的地方，它是一个教会你怎么去学习技能的地方。就是对思想上的那个东西，我明白你意思呢。但是问题是我怎么说？这在我的那个了解，就我跟那些老板或者那个他们探讨过的时候，是他们也认同，就是说读过大学的那个人的那个思考能力各方面都会相对好一点，但是那个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那个实际的利用的起来的条件不大，或者它的用处真的没有你们想象这么大，就不要把这个放太重。因为说白了，你什么思考思想东西，你上网去搜一搜，你都会找到一些新的思考方向，或者一些新的点子，对不对？但是你实际实操上的那个流程啊，或者实操上的那个动作，那一套东西，那个是真的很难去说你一来没有经历过5年10年的那个经验的话，你就可以很上手。但是对那个企业的老板来说，他就更希望这个学校可以在你学的过程，这4年或者5年的那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放多一点时间去让你做手上的活，让你可以更加好的准备到进入这个就业市场的时候，一上来的话，真的可以帮那个老板帮企业解决实际的问题。你明白我意思吗？Max，你说的这个，你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很多国内企业它的管理者、它经营者的思维，但我想说的是，这种思维它就是完完全全的功利主义思维，本质上就是有问题的。那问题你必须要配合他这思维才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嘛？那不然的话，他怎么会你想要一个人从大学毕业出来就能直接参与到你行业的大部分工作当中，然后能直接为你的用得上行业，他的意思就是说，直接为你的企业带来效益。我感觉这其实是一种悖论。因为我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些你在行业里用到的，技能，它是真的是你进入这个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真正的去学习，真正的学习并且掌握，而不是说你在学校里通过学校里的学习你就能去掌握的。这种东西，你说如果你放在学校里去教，第一，可能学生他一时之间他接受不了，他不明白这背后的底层逻辑。为什么啊？老师不可以说就是说好一点吗？就为什么就很容易理解啊？没有，你刚刚所说的我明白你的出发点，但是我们现在讨回到这现实问题，就是现在就业就是这么难，就业就是一个非常很简单嘛，因为现在就业它的缺口没有以前那么大，它的就业缺口小，企业更希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来。对呀，那所以对学生来说，他不就更加需需要这个真的去动手的这种能力了吗？所以他就是说这个问题啊，就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多的失业，就失业时代为什么出现？但问题就是年轻人他没有能力，在学校中就掌握这些。不要说他没有能力，只是他没有那个机会嘛。问题是那个机制里面，这个 system 里面，他没有产生这种机会，让你们年轻人可以有这个实操的空间去学习这个技能嘛。所以说那些企业就跟我说，就是因为长期累月都是这样做下来，然后一年的那个大学生越来越多，而导致到其实现在整个社会大层面来说，就有很多没有那种实际技能的人，所以导致到现在去到一个那个经济就往下走的时候，那就导致到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看那些人，去雇那些人去做任何事情嘛。我想说的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讨论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不仅是中国了，全世界的大学它没有设立的必要，你只要去办那个职业技术学院就可以了。
你只要掌握，没有，如果你要单纯从就业角度考虑，但从就业角度考虑，你只要去学习那些你就业必备的那些技能就 OK 了。不，这就是直接为他生产服务。你这个不是你这个的话，你要分开两个层面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分开两个，就是白领跟蓝领的问题了。蓝领的话，在外国来说啊，它是有这样的叫 trade school 的这种东西，它就是去培养蓝领工人或者这种蓝领技工的。他的确在这个学习过程呢，他会去做这种技术活，是真的去用手去做些东西，去学习这个东西，去修车又好或者什么的。但是那个白领呢，那白领的话，你也必须要去做很多东西，比方说你那个 Excel 软件啊，或者什么操作啊，然后你去那个网络上去网站啊，然后网站背后的一些逻辑怎么去操控啊，有很多现代白领需要学到的那些技能，其实在那个大学里面没有教的。但是问题是你蓝领那边呢，他是实操性很高，他学到那个实际技能就比较高。所以说很多在外国来说，很多那个蓝领的那个就业者是非常好找工作，反而是白领那个没有这么好。那就是那个问题，就是白领的他大学的那个氛围和大学的那个教育里面没有教到他那些我刚刚所说的那些，就是 IT 上的操作或者那个里面的背后的东西都没有，只是一些理论性高的东西，而导致到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技能。那我觉得这可能要视专业而定的吧。它有些专业可能是理论性程度高，对整个但我觉得大体来说还是实践层面的占比要高的。就很简单，绝对工科绝对是实践占比高的。理科现在其实它的理论部分，我说实话，学习的没有实践部分多而且文科也是在往实践的方向去走。这就是现在的趋势。可能我觉得你可能对中国的大学有些误判吧。那就是我跟你说，他们企业那些管理者，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是想要有进阶的工作能力的人，而不是那种只有基础工作能力的人。但恰巧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就是有基础工作能力的人。这些进阶的工作能力不是说你的大学就能去培养出来的。因为首先第一，你教育有滞后性。因为你的老师他不是在业内工作的，他是当老师的，他可能能了解业内的动向，但是他不会完全知道业内是该如何操作的。就是因为知道这个问题，所以说那些老师在体制内的话，就应该多出去跟那些企业交流，多讨论，多开放。就好像我就跟你说，你不是刚刚跟人解释了吗？在中国社会里面，他们就喜欢把东西修到自己内部，然后内部自己讨论。我的意思就是说，应该从这个制度上改革，就是说他们应该多往外去讨论，大家多沟通，而导致到更好的去发展整个体制，去配合整个时代的改变，让那个学生什么的。你说的对啊，可是这就是现在的趋势啊。对，那现在不等于是未来嘛？都是有交流的呀。我知道，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探讨我们探讨的主体是现在这个失业的情况，然后我们应该探讨是我们希望它如何变好，那它未来应该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去把整个系统性或者整个全国的那个整体的 structure 去做出一种改变，而导致它会做出一个更好的呈现更好的未来嘛。所以说我提出这些观点，我不是说为了去批评或者去怼某一些东西去说这些话，我说这些话的背后逻辑就是希望可以带来一些思想上的那个冲击，然后大家在这个 brainstorming 的这个过程里面找出一些新的那个 solution 嘛，对不对？那我的话，我还是很反对这种功利主义思维的。我觉得这不是在帮助你这些企业，而是在我说白是在慢慢的，这相当于慢性自杀。为什么？为什么是慢性自杀？我这个就不明白。而且你接触那些真的可能对话那些都是真的是
大老板，或者是他真的就是坐实了 CEO 这个职位吧。因为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之前管理一个部门，然后如果是遇到就像刚薯条所说那种，真的是比如说 OK，现在国家提倡全民都去读技校、读专科。我们压根都不用上什么鬼什么本科，也不要接受更高等的教育。那出来 OK， 我不是这样说啊，我个观点你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说不接受高等教育啊，我就跟你说白领跟蓝领的那两个层面嘛，我只是说现在很多白领出来，他妈的他连那些基本的 IT 的那个东西他都不会啊。就你白领，你跟我说你电脑操作也挺牛逼吧？但是就现实来说，很多白领他电脑操作都很垃圾啊，他可能就上微信聊个天什么。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本身专业业务就有问题呢？对，我跟你想的一样，Q老师，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这些人他本身自己学的就不扎实，因为这些东西都上课就是混逃课了。这种东西就是很基础的东西，照理说你在大学阶段就肯定能学会的，只要你上课认真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一二级都不会吧？这样子。没有，不是那种这么低级的，那里有很多东西嘛。就是说你，哎，我不知道了，反正你们说了，你们在国内这个就业的过程里面，你们没有遇到过一些白领或者什么的，你觉得他有问题吗？就你都觉得他们所说的高等教育就让他觉得很好的可以配合到你的工作吗？就你没有遇到？不是，我只是觉得说，如果你接受过了，就高等教育就不一定要去到什么研啊、博硕啊那种程度，你只是一个普通毕业。对，我会觉得说，就比如说在我用人的角度来看，即使他可能是一个中级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岗位吧，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是那种非常专业的技能人才，就可能比如说他是毕业于一些技术学院，或者是毕业于一些比如说国内的一些非常专业性非常强的一些技校等等的，就虽然他们也 OK 也可以用，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招聘的一个岗位是专门做那个，因为我们部门可能比较需要的这两大岗位嘛，一个文案的一个剪辑，那可能剪辑我们当时就招的那个弟弟就是他非常强的技能，就等于说他一天能帮你剪5、6条篇啊，就那种速度基本上是比我们找一个可能你是从比如说本科你是专门读那种影视专业出来的，他可能效率会更高，因为他本身他的一个读的一个专科培养他的思维就是效率为先。然后就是等于说，就像 Max 刚刚提到的，他可能操作出来就是为被人家去利用的，被人家去使用，去直接换取他的报酬。但是在用的角度，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用着用着，你会觉得在更高层次的东西，你们会没有办法去沟通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人的问题，还是说一个整体普遍化的一个现象。因为毕竟我只接触了1、2个嘛，它可能不代表全部人的一个现象。但是我就会觉得说，非常真实的一个体会，我在跟他对接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片子它的时长啊、效果啊，或者是他要插入怎样的一些 BGM 啊等等，他都能听懂，他都能很快帮你执行。但是当你跟他可能讨论一些相对而言稍微深那么一点点的东西，比如说那这个比如说企业宣传片，或者是这个东西，我们要你切不到消费者或者是观众的一个痛点啊，就他看完之后他根本没有触碰到他想传播的那个 point 啊，那他就会不懂，他也不理解，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就是跟他没有形成这种学习性的思维啊是有关的，就可能他的大脑里面更多接受的是一种实操性的或者是一种具体化的操作性的东西的一个指令啊，就像一个机器一样，你给它 A， 它就会告诉你 A 的方向是走向于可能是第一个选项。但是如果你让它去自己去发散思维，或者自己去构建一个世界观，是构建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模板出来，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说，其实高等教育虽然也有它的弊端，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退一万步来说，我觉得现在包括一些名牌大学，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我觉得除了本身这个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人脉嘛。就大家为什么挤破头都要进行哈佛、MIT， 对吧？就人才最值钱的嘛，里面的人脉圈子、同学。明白。那如果是按照你们这样说的话，那可能
我只能够回应那些老板的话，那可能他们是要针对一些个人的一个培养吧。那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技能好的一点，他可能那个思维跟不上，那你只能够在团队里面找一个思维好一点或者沟通能力强的带一带他嘛。对 Max，我这样跟你说，如果这啊，些企业主他想要有他希望的那些人才的话，我建议他们自己去培养，你明白？就是这种管培训啊，生，他招进来之后，他按照他这个企业的需要自主去进行培养，而不是说哦，我到社会上去进行招聘，然后招聘来了就让你直接去做，然后我还要让你做到让我满意为止，不然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行的，嗯。这个就本末倒置了呀。没有，他也不是说完全满意，他就反正他们的意思就是现在很多那个年轻人就毕业之后动手能力真的非常差，就各方面都是就是跟那个市场就挂不上钩，这是他们的大概的论述了。但是我也明白你们所提到的观点也是有你们的那个合理性，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就很优秀的学生，对不对？这也有很多那个普通人嘛。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整体来说的话，我就觉得就是个人要去自己去培养更加多的那个视野啊，然后思考空间，然后技能上也去做多一点的拓展，会比较适应现在这个时代的要求吧。这个，嗯，对啊，现在的时代需要就是这种用他们官媒的话来讲，就是斜杠青年，你在多个嗯领域都有涉足，嗯都嗯能精通，嗯，哎，就你的跨专老板都很喜业学习。欢这种，什么？就给一份薪酬干3、4个人都能干的东西。嗯你的那些大老板朋友应该就很喜欢这种斜杠青年。嗯。没有，那你其实也不是啦，你接触的广的话，接触的多的话，你自己个人的那个，在整体的，在工作或者什么，在人生上也是一个好事了，也不是一个什么坏事，我觉得。就除了你们所说的那种什么，就老板去剥削你们啊，去强制加班，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就业青年来说，是多一点的技能，多一点的看法是一个好事。那你们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你们觉得要怎么样下去才可以做得更好呢？就整个社会体制来说，就蓝领跟这个白领这样的两大方的那个需求性又不一样，然后他们的学的技能又不一样，然后那个白领跟蓝领可能出来的就业的时候，他们碰到的那个情况都是非常非常难去统一的这样去思考。你们会觉得现在读的这种白领的这种方向的科学东西或者那个媒体东西，然后会不会想过转去读这种蓝领啊，或者去试试去加入这种蓝领的工作氛围呢？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我觉得现在其实这种蓝白领的概念它在逐渐模糊，是吗？因为很多工作，因为很多工作你不能单纯的用哦，这是什么什么劳动，所以它是蓝领，这是什么劳动，它所以它是白领去界定了，那这概念现是在在的社会合并的。还是这样定义嘛？就是现在的社会还是这样定义嘛？我当然是希望没有这种定义了。我个人的看法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什么领的问题，就是把活干完就是了嘛。所以说，但是现在社会就这样啊，这现在社会他的看法而导致到，就是有这样的这么大的那个分叉点，然后就有蓝领的学校，有白领的学校啊。对很多家长来说，就不愿意自己大学生的毕业的或者就在大学读某一些专业的人去碰这种蓝领的东西或者什么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那种分歧嘛。但是现哦，我觉得很我觉得难。你说，我觉得这更多是一个社会观念的问题。它其实对啊，就是啊，很多蓝领跟白领的薪资，他的劳动报酬是差不多的。对呀，但是问题嗯，社会不允许你这样想啊！我就跟你说，你们现在就碰到，如果你碰到哦，白领不是不是不是，的那个，你这个想法错误的。他社会不是他的社会给他的不是这么想的。其实社会他只是需要人才，你是什么，没有，我说的你是什么，他根本就不 社会是那 care。个
不是我说的社会不是那个社会，我说的是那个就你家里人嘛，对对，你 parents 对对，你 family 不会这样想啊，大哥。然后就说你这是一个大学，然后这是一个既有观念嘛，从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既有观念，因为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中国是走上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然后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道路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那大家都会觉得啊，去干蓝领的人赚的少，而你干白领的人就是所谓的那个对呀，中层的人赚的多，这就是一个社会上的认知嘛。所以说我就用社会嘛。这个观念的形成，它是从你改革开放开始到我们入世，我节点就放在入世吧，那20年的时间，那到现在又是20年的时间，那就是观念它是你扭转，它需要一个时间的嘛。那你说现在可能他还保留着这种观念，但是大部分的家长他其实已经不太关心这些了，就觉得你只要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可以了。因为我这个事情，我跟我家里人探讨过，我说过，我家是做工程承包的。然后我跟我爸妈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那如果以后找不到工作，那我也来做这一行吧。我去，比如说开挖掘机也好，开那个倒斗车也好。然后我爸妈其实就觉得啊，这么干，就我选择什么职业，他们根本就不会对我家里限制，他们不会说什么我选择什么职业就什么像什么低人一等之类的，因为我爸就是干这个的。那是你个人的那个家庭的一些有歧视呢？没有，你说的这个是因为你家庭就是在这个蓝领出身的家庭嘛，那他当然会对这个有另外一种看法啦。就是你这个算是个例吧，我觉得是社会整个大的层面来说。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很好，但我是蓝领家庭出身的孩子，但问题是你中国大部分孩子他都是蓝领家庭出身的孩子，对呀，但是问题他现在孩子才少数啊。但是他富过来之后，他就不是这样想吧？你现在很多那个以前是做蓝领的，现在因为富了，所以他就歧视这个蓝领人，反而知道吗？它是现实层面的社会的现象，就这样啊。一开始可能是这样子，但是现在这种观念确实是在扭转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蓝领做这种所谓蓝领，他能赚多少钱。那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家有那个招挖掘机工嘛，一天最少400，最多800，你算下来一个月，如果你全勤的话，就是12000到16000。你说拿这份钱，他算是他的这个收入算少吗？我觉得在中国来说肯定不算少了。我不知道，但是他是不是蓝领？他确实蓝领是没有，他这算不算是那种比较高危险的工作啊？没有什么危险可言的。我不知道啊，并没有什么危险。你不至于到那个危险的程度。但是我如果选择这么一份工作，我爸妈会不会有什么意见？他们会有什么意见？就是觉得干这个太累了。就每天要坐8个钟头在那边倒斗呀，开挖掘机啊，就单纯觉得你太累了。但是你说你干其他工作，你干什么工作不累呢？只是单纯从孩子就是身体角度去考虑了，没有说什么你干这份工作可能抬不起头，或者说赚的少之类的，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你收入摆在那边嘛。就说的这个社会，它是以你的收入去衡量你的社会地位。你说我收入一个月也有1万多块钱的，觉得你觉得我干的这些事情低人一等嘛？那肯定不会这么觉得。那总比那些就是你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拿个4-5千，那比他来说3倍4倍不值。他们会怎么想呢？那个 K 小姐呢？你认为怎么看呢？你有看法吗？我觉得就是虽然我的理论上或者是我的观念上是非常支持现在其实薯条说的这就是一个大方向趋势嘛。但我回归到实质上，我会觉得以我及我身边朋友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我会觉得我们放不下这个身段。这实话实说，就虽然我们都知道说什么职业无分贵贱啊，然后现在的趋势也是非常的，已经两者会慢慢的逐渐这个边界感会越来越模糊，甚至是从收入水平上已经也可以去摊平，就基本上是约等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放下这个身段。我觉得
还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跟朋友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说现在就业很难哦，就业难不只是存在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是你读完研、读完博回归到职场的那一批人，而是像我们这种，可能你工作了已经5-6年，你依然觉得就业很难的原因是大环境就是不好啊，然后企业就是裁员啊，然后的话包括我也好，或者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好，他们都选择了主动离职。主动离职什么概念？就是压根没有赔偿就裸辞，就大家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业这么严峻，那有没有想过说，比如说回归到一些，就比如说像蓝领的职业，或者是回归到可能我们更传统的农业当中，因为现在也需要说农业也可以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科技或者是新的思维去改造它嘛。但我问了身边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走向那个行业，就觉得第一可能自己的思想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标签，或者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在让自己去纠结着，或者是说服了自己，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往后退这一步。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可能从接受教育也好，或是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开始也好，就我们可能更多是都已经是白领的工作了。就现在，如果你叫我们退回蓝领，或者是退回就是农业生产这一块的话，就我们知道它是有前景啊，它是有很大的市场机会啊。尤其相比于现在很内卷的第三产业，但没有办法退啊，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你的脑子里想的东西跟你的实际的行为，它没有办法达到100%的一致。那为什么退不下来呢？是你那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Q老师说这点，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是你说这些产业啊，在以前，包括你在内，你们这批人没有接触过，所以自然会有一种不自信的感觉，就觉得能不能做好，如果做不好，我该怎么办？他说的退不是因为做不做好的问题吧？是不是因为你说一下你 KY 你那个？我觉得会有认知的偏差的问题，就像薯条刚刚提到的，可能我们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或者是因为没有体验、没有实践过嘛，可能你也未必，就是可能它真的发生的时候，跟你想的也不一定完全100%就是一致的，就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的话，我觉得也是心态问题吧，就比如说当我们是的可能几年都是白领的工作，或是你在白领工作已经就是混到了一个还 OK 的一个岗位的时候，你这时候去退下来，就可能你从另外一个行业或者是另外一个产业里，可能相当于从新人从零做起。那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时间成本能耗得起吗？或是这个差距的落差感，大家是不是都能去接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我就给你一个 example， 就比方说你现在就一个经理或什么的在白领对不对？然后你现在白领那个公司垮了，没事了，然后另外呢有一个农业的公司或者一种不知道什么的公司，然后它是蓝领的，然后就请你过去当一个也是相对好像一种经理的职位吧，也是一种管理，但是你还是要动手的，就跟那些人一起干，对不对？可能就是比方说去种个田或者什么的，你是去管理这块田，但是你要跟那个农民或者其他的工人一起去把这个田搞好，把它那个产能提上来，你会愿意去想这些东西吗？就在你的思考范围内吗？我觉得如果仅以这种所谓的行业新机会或者怎么样，对我或者是对我身边的这一群朋友的吸引力不大就实话实说，真的不大。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没有啊，就因为你换其他，比如说你还是做回白领，但你换了稍微换了一个行业，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的是旅游，对吧？那可能旅游它跟遇到了疫情，它可能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可能你换另外一个行业 ，OK， 你去做电商那换个行业，你做这样的一个岗位不管你是做个经理还是做个总监，你的薪酬其实也还差不多啊，就不会说大幅度的提升，但也不会大幅度的下降，就等于说你没有。你那个管理田这个薪酬是跟你经理差不多了，就没有差多少，可能你管理职位是
1万，但是他给你去管理这个田的话，他给你8000或者6000、7000，这样你愿意吗？就等于说薪酬还降了，这样一点点吧，这不可能就一模一样啊，就一点那点，就更不愿意啊。那更不愿意。但是问题是你在白领就已经没有工作了，那怎么办呢？没有，白领不可能没有工作，就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去换行业，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去稍微的降薪或者是降岗而已。我觉得对呀，白领是，那你说来说去也是降薪降岗嘛，当然可以去但是如果做啊。你都是降薪的话，那没有必要去做农业啊。就但是问在我题是，们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市场是整体怎么说，就好像你说你从旅游转去攻这个电商，旅游跟电商跟这些企业，它或者这些板块，它是在一种萎缩的状态嘛，它不是在增长的嘛，所以说你去转过去，你以为或者在你的认知里面，你以为你转了去做电商以后，你以后的那个提升或者那个升级的空间还很大，但是其实它那个空间已经没有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对啊，就是你明知道这已经是一片红海了嘛，就蓝海摆在你面前，你要不要去选择嘛？所以我就说，我们的脑子里跟我们说的思维，跟你实际做的真的是有偏差的。就等于说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当你真的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不管是我还是我身边朋友，80%-90%都依然会选择，就还是干回白领这个工作。那对啊，那我就说这是一个，所以说就是社会对白领跟蓝领的这个看法，而导致到很多这种转型的矛盾又好，这种个人的对这个板块看的那个态度又好，其实就你们成长的那个过程里面就已经把这些东西思想都已经定死了，所以说要如何去破解这个问题，因为你们要知道最近这个有一个新闻呢，我看到就是说。中央在提倡一个新的计划，就是那个上山下乡的计划，动员30万那个广东年轻人呢，去做这种帮那些农村啊或者这种3、4线城市的那些小地方呢，去做一种新的产业的升级，就带动这些年轻人去搞这些我刚刚所说的，就是从白领的这种范畴变成蓝领的这种范畴的改变。那就按照那个刚刚那个 K 小姐的那个说法的话，那应该很多那个年轻人或者那种白领的从业人士就不会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也不会你为了一个消息，那个消息我当时看完之后，我也有发给我的朋友，哦我就问他们说，哦，那假如，因为我身边最近也有一些朋友申请了那个离职嘛，然后哦我就问他们，现在如果在你们待业的状态，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可能因为是政府扶持的嘛，可能他也有很多那种所谓的一个政策的福利，或者是一些各种啦，反正就物质啊，或者是各方面，或者是一些光环上面的一些东西去套给你们，你们愿意去吗？那大部分其实他们还是不愿意。就为什么就是我观点问题？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上山下乡，我觉得第一最必哦要的，它哦要有它有配套的政策支哦，持。应该有吧？就比如说你大学生下乡创哦业也好，帮扶也好，哦哦，要有那个比如说税收减免政策，或者说应该有你创业应该有，要有这些应该优惠政策、补贴政策。这些一直都有，这些一直都有。嗯嗯，其实我站在一个学生角度来看，我是相当支持上山下乡这件事情的，哦因为我们感受到现在它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实在是嗯太大了。哦嗯上山下乡它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但包括像近几年中共中央提出来的那个乡村振兴政策，它其实也是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我们现在城市就业人口压力巨大，要把它往乡村去释放，让让这些城市带就业人口去推动乡村的发展。那问题是它最主要问题是，第一，你有没有政策扶持？第二，你的方向到底是否正确？哦。
那不是你认为呢？你说你下乡你做，对啊，你下乡你做一些以前几千年来人们都在做的事情，我就比如讲最简单的，你那种地，然也不后你去会啦，找一批人帮你去种地，然后你没有你种出来的地，种地，再去把东西卖出去。不，你现在种地跟以前几千年的种地都不是那回事，好不好？现在你中国都已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现在中国的那个农产业或者什么的发展是跟以前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啦，很多都是高科技啊或者什么的，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央视的报道，就是他们已经有这种那个用机器人你或者说的对，什么的，对啊，你说的对，但是你获取消息的层面是来自于央视，央视它是选取点例拿出来报道的。实际上，我哦，觉得他做的不够的地方，恰恰是这一部分。就怎么说呢？你所说的嘛，像智慧农，他说他这个东西叫智慧农村啊，哦哦，就是要搞农业数字化、农业自动化嘛。对对我对，我觉得这是相当正确一个方向。可哦。问题是他干这种事情，第一，他有没有收益？第二，他能不能持续做下去？谁有没有收益？是就是去从事这个方向这个产业的人嘛。为什么没有收益啊？他配合就好像说我叫那他去肯定啊，帮一个你投还没有这种现代化或你者这种现代升级农嗯，业化的东西，你去帮这个村帮他升级，帮他去建立这个体系，然后让他可以把那个产能提高。以前可能他种这个地产出100个番茄，以后你帮他搞到200、300个番茄出来，就是一个过程嘛。那怎么就是一个投入回报比的关系嘛？你投入进哦，去了，你得不到回报，你是亏损的状态，你觉得他还能持续做下去吗？人家又不是傻子。会亏损吗？你觉得是他现在搞的这种农业升级是亏损状我觉态吗？我觉得我觉得从我觉得刚开始他必然是亏损的，他做这个行业必然是亏损的。那总有个过程嘛。但是问题他现在中央反正提出这种很多人就倒在这个过程上。那也没办法。那现在他大趋势就是这样嘛，就中央都提出要规划这30万多的年轻人去做了，那就算他做这个是广东省的一个试点或者什么的，那已经带动了整个市场对这个事情的那个看法呢，也会导致到这些产业去为这些农村或者2线城市、3线城市的服务啊，去提供升级服务啊，这就是一个趋势嘛。当然，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就是赚到大钱了，这个我就不知道啊。但是问题是，好像你说的没有，你刚刚跟我说你个人是接受的，但是你有问过你身边的同学跟他们讨论过吗？其他年轻人是怎么看的？嗯，我觉得我个人角度而言，相当一部分人他是不太支持的，另外一部分人他是对这件事情无感的，只哦有少部分人会支持。哦，就是大多数年轻人还是不支持这种方案，嗯，为什么呢？主要是它的前景不够明朗呀。嗯，就是农业升级或者什么的，农村对，改造。如果你说这是一个蓝海，或者说哦，有相当多的人进去已经获得他们想要的回报了，那么这个行业自然而然就会有人涌入进来。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这个产业，就我说农业啊，哦哦几哦，千年来几千年来发展，它的基本的模式变化其实并不大。那如果不只是农业啦，你们最近有没有看过有一个节目叫什么啊？那个有一个综艺节目啊，就说种地吧种地那个什么什么种地吧少年还是什么种地吧啊？哥哥啊？对，就那个嘛。其实我觉得那个节目其实就是应该中央做出来的一个宣传的一个节目嘛。他就有一班明星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不熟悉啊。反正就一帮年轻人，然后他就跟着一个队长或者什么的去到一个村里面，然后把一个村的那个屋子改造了，就装新一下，然后呢，去到附近的那个农田或者什么的，跟农民一起去思考怎么去把这个田种起来，
然后就制造一个整个氛围，就好像一个变成一种旅游加这种你娱乐的这种。说的对，Max，你说的这个，它就是乡村振兴中第三产业的部分，就是文化产业，没有，我就是知道它乡村是一个文化产业，旅但是游业、服务业、文化产对业。对，也可能吧，你看你怎么做嘛。就是你去到这个村子里面，你看到村子是这个情况，然后你是如何把它改变现代化又好，把它变成旅游产业又好，或者这个是你去想嘛。可能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播这个节目给你看，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展示到就是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年轻人去到这个乡下，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怎么去把这个乡下活起来。激活起来，这个才是他带出的信息嘛。对我看完的节目，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呢。我其实我个人是持悲观态度的，因为哦我就说吧，我给我们学校，就是我们老师有给我就是我们学校做报道，然后老师给我派过任务，哦我负责这个板块，恰巧就是乡村振兴。哦，然后呢？然后我去了解了一下我们学校这个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它的方向，然后我们学校的这个主要方向呢就是做第三产业的文创产业，嗯而且有相关老师会进行技术指导。但是我经过我的采访，对那些参与过这个项目的学生进行采访，发现效果其实很差。怎么你说？能明白吗？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没有，你说的具体一点吗？是怎么差法？我说的具体一点嘛，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组织就是影视专业的同学去那边进行拍摄，然后去哦参赛嘛，哦哦还会组织像呃商学院的同学嗯跟就是说白了就带货嘛，帮他们卖东西嘛。就是嗯那种农村直播带货什么的。哦啊，但是发现效果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第一，这种东西全国大部分农村也都在搞，同质化哦比较严重。第哦二，很多人抱着心态其实什么，其实他不想扎根于此，他们只是说哦，因为学校有这个项目，哦哦，我可以借助这个项目帮我获取更多的，比如说你说优势也好，工作经验什你么的。说经验也哦好，哦对，然后所以我会去选择去帮助参与到这个乡村振兴项目当中，但是他们本意并不是要扎根于这个乡村振兴项目当中。那这个没有扎不扎根没有所谓啊，你把它搞好就行了，不用你扎根啊。他又不是叫你就是以后就住在那里，他只是说你去搞好这个村子就好了啊。你搞好对，这个村子是这样子啊。对啊。可是大部分人他们抱着的想法就不是这么想的呀，他们只是把这个当做自己个人比如晋升的一个台阶罢了，并不没有把这个这个没当一门问题啊，但是你跟我说它事业来做。效果不好在哪里呢？我觉得我效果不好就在于你拍出来的片也好，它虽哦然获奖了，但是对于它当地的旅游业帮助其实没有那么大。你带货卖出去东西，那对于就是它这个村的经济发展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帮助。大部分的哦我说实话就是有点实验性质的，还不能成哦，体系，不能成产业的。所以是你自己经历过去过做类似的项目，但是实际的那个产出比效果不好，就是带货带不动，然后去搞他们的旅游也没有旅客，是这样意思吗？喂，不好意思，哦，没事。您再重复一遍吗？没有，我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你自己已经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去帮那个乡村带货带不动，然后帮他推广这个旅游也推不动，也没有人来，所以说你就觉得他这个实际推广出去就实际作用不大，对不对？我我就说这个第三产业这方面对对，效果确实不怎么样。哦所以我觉得出路还是要在一产、二产上，而不是三产。三产当然可以做是可以做，但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重点来做了，它创造不了多少收益，也创造不了多少岗位。
但问题是你这么多人就不可能全去种地啊，你种地其实现在也很多机器啊，其实你种地的时间没有以前这么久的了，现在很多那个我看这个我也是看这个中国的报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中国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拖拉机是用那个无人技术的嘛，就无人拖拉机嘛，它是跟着那个北斗定位，然后你可以安排它在这个种地的过程里面，基本上晚上它也可以继续操作下去，就是24小时去帮你耕这个地嘛。所以说，其实人工的部分可能就越来越少的，其实你要管理这个东西才是一个东西吧，一个正确的想法吧。你说的这个也是问题所在啊。哦，你随着你农业生产工业化、农业生产机械化，对呀，你需要的所以你就去用到人力做服务越来越少，业啦，所以你就变做服务所以你这个人类啊。口就越来越少。我知道，所以说你就不是所有人去种地，你可能就有一部分人去管理种地这块，然后另一波人去做这种第三产业，去做服务业，把它弄起来嘛。他意思应该是这样啊。但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觉得不管你做二产也好，做三产也好，它都是要依托于第一产业。你不想着去振兴第一产业，而想着从就是说弯道超车，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入手，来带动乡村的经济发展，效果就我所见是微乎其微的。那个 K 小姐呢？你怎么看法？你做过旅游吧？你应该有相关经验吧？其实怎么说，就旅游虽然它有一个板块是叫那个旅游的一个相当于你当地位置的一个文旅嘛，文旅行业的一个用地的一个规划。但事实上，你要真的把它搞起来，其实牵扯的东西，它不仅是本身这一块地这么简单，它可能还要跟周边的一些 IP 景点啊，或者是一些地产商啊、旅游局啊，或者是本身它这个地方到底具不具备那个稀缺资源的一个自然景观的一个优势，还有一些什么现在流行的一些趋势啊、文娱啊等等，其实都要考虑进去啊，还要包括周边的一些配套设施啊等等，就并不是说只要有一块地啊，你就可以把它结合旅游业来发展，就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然后我其实针对你们刚刚两个说的东西哦，我会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啊，就我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就是这种现在广东政府提倡这种上山下乡，就在我的观点当中啊，我会觉得说，那首先什么人会选择走这一条路呢？除了本身可能自己真的很对农业感兴趣，或者是对这个农业很有抱负的人除外哈，那可能更多的我觉得现实一点就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吧，或者是暂时待业，或者是找不到方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被安排，他们才有可能加入这个队伍嘛。那问题就在于，如果是自身比较难找工作，或是比较难找到自己合适心仪的工作的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加入，那我会觉得说，这种加入到农业这一个东西，又能带来多高的价值呢？就比如说，总不能说我们这一群就是很简单的播个种，对吧？洒个水这样子嘛，就这些东西就很正常的，像我爸妈那个年代的人都能干嘛。没有，不是这样的，K 小姐，你也可能没有，你看过那个什么种地吧那个节目吧？他们也不是这样干的，他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可以做。就例如做什么？没有，它里面的节目有说到把这个，它本来是有一个比较破烂的楼房嘛，就是一个很久没有人住过的楼房，然后就把它重新装修啦，然后就帮它变成好像看起来比较现代化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也没去过，也不知道。就好像说，你现在你应该看过很多那种好像民宿嘛，以前不是很火，那个民宿流行的时候，就很多人去那种。2、3线城市把那些旧的那个村屋，把它用一个新的一些概念或者什么去把它重新装修起来，然后就变成一个新的新村庄那样的那个东西呈现出来去做旅游嘛。它也是有改造，里面做的好像非常现代化啊，或者那种中西闭合的那种那些 architect 的 design 啊也有啊。这我不知道，反正你可以想象往这边想象一下嘛。那这些的话，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就大家都能具备这个技能吗？
或者是通他去参过短期的。与啊，他是就好像说他跟着那个有经验的团队，就我是一个建筑团队，我建筑团队去包了这个村去做这个改造，然后我就请了大量的这些年轻人过来去跟我去做这个，对不对？怎么去做，怎么去实际去操作，把它建好，这个实际操作需要很多人力嘛，暂时来说，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想象一下这样子的话，你会怎么看呢？那我觉得还稍微好一点点啊，虽然也不排除刚刚薯条提到的一些，就可能大家对这件事情本身的一个刻板印象的态度，或者是先入为主的一个态度，还是持相对比较悲观或不太看好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但如果像你所说，比如说像改造成民宿，参与到其中，比如说从筹建到落成整一个过程，那我觉得稍微还有那么一点价值。那如果我本来以为只是单纯的过去，真的像传统农业那样子去参与的话，那我觉得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来说，我就觉得太没有必要了，就太浪费时间。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因为我在国外看到的东西不一样，跟你们在国内，为什么你们在国内看到的好像还是两三千年前的那种种地的情况？为什么我看到的是中国呈现出那种很高科技、很现代化的那种种地情况啊？我觉得 Max， 你可能对中国有些误判。中国适合进行机械化耕作的地区是很少的，中国的平原地区是很少的，平原上它种地的地方是很少的，你能理解吗？我知道，但是也是有新的机器去在那种不同的地形去做。如果你去就是比较就是像我们那种山区的农村去看一看，你就能知道他们虽然说不是刀耕火种吧，但是还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农业生产模式。那所以他们就是有那个升级的空间吗？你不就说到点上吗？对啊，就可以派你去把它升级啊。对啊，那就中央就派你薯条，你现在毕业了，就派你去帮这个村子，它还是停留在两三千年前的那种状态，把它现代化嘛，这就是这个项目的问题啊。对啊，他就是这么做的呀。对啊，那你说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亮点啊，不是一个缺点啊。可以这样理解吗？可以这么理解。那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们刚刚给我的那个反馈就是说，在中国的人年轻人又好，或者有经验的人又好，他们没有看到我刚刚所说的这种亮点，就是把农产业或者这种农业的地方把它升级的这个亮点，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好的东西，反而是觉得我应该放下我的身段，然后去干这种低端的东西。但是问题这些不是什么低不低端问题，它是一个以后有很大的那个成长空间的东西，反而是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因为第一，你这种智慧农村啊，机械化生产啊，其实现在进行的报道很少，是吗？而且大家对这方面也不了解，也不熟悉，因为大部分人他是城市人口出身，已经不是农村人口出身，他对这种事情他不会过于关心。所以说，如果就咱们假想一下，如果中央把这些信息更好的包装、更好的推广、更好的广泛去让所有在城市里面的人有这个认知的改变的话，就会更好吗？以后？我觉得这种事情不是靠你中央去，不是靠你那个政府去推动的，而是说你要让你逼迫也好，你强迫也好，你鼓励也好，你让人在这个，我就说了，在乡村振兴这个项目里去做，他做了之后，他就算他走了也好，留了也好，他都会有一定的思考、一定想法、一定感悟，然后他会可能他在以后也会向人去提起这种事情，这东西是个长久的过程。他现在就是个起步阶段嘛，因为他刚提出来嘛。对，没有的，我当然明我觉得白你的意思就是需要一个时间，用时间去推动。你说的的确是，你说的会自然发生，但是我说的是他如何加把劲的去
去推这个东西嘛，在国内，如果他可以加把劲的去推的话，那就大众都更加容易接受。好像那个刚刚 K 小姐说的，她跟她的朋友都根本就不会看这些事情，也不会去理会这个事情。那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要政策上打动好像 K 小姐这群人的话，这个群体在一线城市生活的，在一线城市已经有他相对的那个就业经验的，然后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如何把他们的看法改变，这个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嘛，其对不对？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平时会不会读人民日报啊？因为我是新闻专业学生，我还是会经常性去读人民日报的。现在现在的人民日报基本上每天的总有一块板块是拿出来专门去讲农村的。哦它其实中央其实政府它是在去做宣传，是在去推动，但是这个就得提到咱们内宣问题啊，这个就扯远了。哦，怎么说法？你说清楚一点嘛。我说这个问题跟我们内宣的关系就比较大了，就有点跑题。我这边就没有，那为什么做不好啊？多阐述了。对，但是问题是我们就在讨论为什么他做不好嘛，就好像好像 K 小姐这样的人，为什么他就有这个印象，就说他就是不好，这个东西就不好，要怎么去改变嘛？然后我也说了，他现在推这种综艺节目就是一种改变的开始啊，我觉得就是一种推广。是，对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信息茧房所带来的。哦。因为首先你平常日常生活中你接触不到这种东西，他们是在做推广，但是就是他们推广的平台，他们推广的平台的受众不是你这些想要去就准备就业的年轻人。哦。你能明白？他的我明宣传对白你意思。象错了。对，就是 marketing 那个抓不到位啊。那 K 小姐呢？你对，认为呢？你有看到这个类似的东西吗？就是这种他推给你的东西吗？你说这个节目还是这些什么上上下下的讯对，息啊？这一类的信息嘛，就是关于在农村发展啊、农村升级啊，或者这种概念上的东西，在大范围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接受到这些信息吗？说真的很少。很少。啊，因为现在这些所谓的讯息平台或者是资讯平台，其实它的背后的算法逻辑就根据你平时喜欢浏览的东西来推测，然后推送给你的嘛，这样达到你停留更长的时间嘛。那可能我自己本身就对这一块的信息也没有说很感兴趣，或者是之前也没有了解过。那如果一开始没有了解，或者是没有过多的去了解观察它的话，那可能后续你获取的消息就会越来越少，就会有这样子连锁的效应啊。所以的话，其实基本都没有收到怎样的推送啊。但是我之前是看你那个文档之后，我自己去搜了一下之后，我才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但如果你说平台自己推送给我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基本上很少收到这样的讯息。哦，所以说，就比方说在抖音上面的那个东西都没有主动很多的说这些更少了。话题。对，虽然抖音现在有很多的官媒，像那些人民日报啊、央视啊，都进驻了嘛，就有了自己的账号。但问题还是在于，我觉得抖音还是一个娱乐化的平台，还是一个商业利益化的平台，所以它推送给你的更多还是一些娱乐性的一些消息、段子或者是一些广告类的居多。啊，像这种，除非是很大的、特别爆的事件，需要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它可能就会有一个固定的推送，要不然的话，其实还是会根据你背后的算法来推。是啊，那就可能我自己个人关注的地方不一样吧。我是有看到一些类似的，就是关于这个板块的东西，就好像说，以前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时间段很火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就是大家在一线城市活得累了，然后可以去尝试想象一下退到2线城市、3线城市去找一种慢生活的节奏感的那种改变。这个以前我在那些抖音啊，或者那些 YouTube 啊，或者那个哔哩哔哩上都也有看到很多这种的博主 UP 主的这种东西啊，这种题材啊。
活嘛，你说的是，但工作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应该还是会选择留在一线城市，那不就一特别是样嘛？都是他们的概念，就是说啊，我们在一线城市活得很累，然后我们可以去到2、3线城市，然后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开一个小酒馆，开一个小咖啡馆，然后或者跟朋友一起合作做一个 I don't know 就做一个民宿或者什么，然后就活得更自在一点，更加多的空间，更加多的时间去思考，这种新生活态度改变的这种类似的视频，我是看到很多以前，但是我不知道这种也有，甚至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已经就是退去，就等于说离开，比如说像广州、深圳这些城市，然后回到自己老家去考公，或者是进入一些编制性的一些单位去上班，都有。我觉得后疫情时代特别明显吧，我觉得关键还是卷不动了，就在一线城市，就压根已经卷不动了，所以的话就压力又大，然后房价又高，所以的话就大家都已经觉得绝望吧，我觉得就已经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只能往后退，可能让自己的内心会稍微好过一点。那对啊，那所以说他这个往后退的这种题材的东西，它就会包含着去到一个没有这么发达的地方，然后把那些比较旧的房子去改造，对不对？然后去开一个咖啡厅或者什么的，它就是有这些题材的这些东西嘛，不是吗？ Max 啊，我觉得你还有一点你需要关注一下。你说。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各地区之间发展它是不均衡的。对啊。你说现在广东它推广这种政策，它有没有可行性？它完全有可行性，因为广东的农村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同时我家里像我家里那边农村，也是差不多。我在我家，其实我根本感受不到农村跟城市的差别，能理解吗？它已经很小了，它农村已经实现城镇化了。甚至说很多人他就是我说的，就比如像那种就那种写字楼什么的，在我们的郊区它都是有的，有很多人就是在那些地方上班，然后晚上回家，他们那地方说是农村啊，就是像我就直接回自己农村的家里面。对，我们那边的城镇化，那我相信广东肯定差别也不会太大，它的农村整体来说是相对发达的。你说在这种地方去推广这种，就鼓励人到农村去什么的，其实跟在城市就业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你考虑到我国像中西部内陆地区，他们农村发展兴旺化，这些地方它要推动这些很难的，因为它的城乡差距过于大了。那所以就是有，那你也还是怎么看吧？没有我怎么说呢？我现在是抱着这种乐观态度去看，但是你跟我的对话里面，我觉得你是抱着那种悲观态度去看事情的。就是说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在广东范围或者你的家乡范围的那个农村或者什么，已经是跟城市没有差别了嘛？那这样的话，你这帮新的年轻人去到，也不就是再把一线城市的卷带到这3线城市的卷，继续卷下去嘛？但是问题是你如何把这个卷去更加去全国去平衡下来，把这个卷不再这么卷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去到一些还没开发的地方，把它再开发成一个3线城市、4线城市，升级往上升，那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卷的这个程度慢慢给平衡化了嘛，在全国范围。所以说它是一个，如果你用乐观的态度去看的话，这个就是一个中央想得到的解决方案啊。对啊，我首先我不是持悲观态度，我对这件事情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我相当支持这件事情。可是现在它呈现出来的结果不那么的尽如人意，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那么为什么觉得这样？那我之前也只是为什么我在我视角里看，它不那么尽如人意。我的经历告诉我这样的，但你说我个人，我支不支持？我相当支持，而且我是很支持农村城镇化的。我认为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去推动。那好，这是你个人观点，但是我的问题是那个大部分人还是悲观态度，好像 K 小姐是悲观的，还有你身边的那个同学们都是态度都是悲观的，是不是？
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吧 ？K 小姐，我说的没错吧？你还是对，那这就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如何去把人口流动城市规划这个做得更好，就把全国人口的流动把它从一线城市的集中，把它平面化去到其他地方都更加分布的好一点。我提个最简单的取消户籍，政府强制上山下乡，这是个比较激进而且简单的方法。对，取消户籍，那不所有人都会马上堆到北京什么的吗？对啊，对啊，那他就更加不会去其他地方啦。就如果你取消户籍的话，那所有其他2、3线的城市都马上跑去就是一线城市去搞了。不，我从我的观念去想的话，你把户籍取消掉之后，你促进人口流动性，大家会往那个地方去涌，但是它那个地方它的容量就这么大，那么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外溢。同时，我也提到了政府不仅要鼓励上山下乡，而且我感觉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说直白点，就强制性的政策去做。强制啊！你让这批外溢出来的人再去往内陆城市，带动他们那边的发展。但是，哎，你说我 OK， 那我用一个外国的角度去看，你如果好像你说的去做这么强硬的策略的话，那就好像因为以前中国已经发生过一次那个上山下乡的一个案例了嘛，就在50年代的时候，就是第一波那个青年知青，他们叫做知青的那帮人，就是当年因为面临同一个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派他们去把那个乡下建造嘛。然后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悲剧，你知道吗？你对这个历史有了解吗？我这段历史当然是了解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它跟以往已经大不相同了。但是你还是强迫人家去做嘛，就是你大部分乡村你有基本的生活条件保障，不是说你没有。没有，但是在当时但是你没有基本的一生活条件保障。旦强迫人去做的话，你就会把人家，你明白吗？你就是中国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可能中央的那个用意是对的，但是中央把这个东西放到下面的人去干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东西搞砸，知道吗？然后因为中国是一个压力型体制政府。对啊，但是问题是你还要强迫人民去配合这个东西的话，它就会更加乱，更加不好的结果。我说的是强迫，但是你现在想用这种强迫性手段，它首先中央不会这么做，其次这不可能。我所表达的强迫是一种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加强它的引导。那就对啊，那我就刚我说就是从就是 marketing 开始做个更好嘛，我觉得不仅要从 marketing 开始做，而且你国家的财政要往这方面去倾斜。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现在财政也不好啊，甚至可以说，一些人，你去到内陆的乡村之后，可能他没有最基本生活条件保障，那你政府就要为他做好这个保障，甚至说你政府要倒贴钱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维持生活。你觉得要什么样的保障你才愿意这样？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你要有一个稳定的居所。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包吃住。还有就是这个交通建设还是要继续做下去，交通建设、物流建设要持续做下去。那如果这几点能达到的话，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我说实话，大部分人是愿意去的。再看吧。你刚刚才跟我说，大部分人不愿意搞这个，你现在又说，大部分人不愿意去的原因就是在于这个呀，他没有一个保障，他没有一个稳定的条件。
找个地方住，然后让你吃饱饭，应该基本做得到吧？我说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但可能在有些人看来，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要能够有上升的，我要能够有上升的空间。对啊，那这个就不是他个人能左右的了。对啊，那所以就问 K 小姐，如果在你的角度来说，因为你现在是不看好你反对的嘛 ，K 小姐，那在你的角度呢，他要给什么条件给你，怎么去安排你才可能去考虑配合这个东西呢？配合这个政策？我觉得可以先抛开我个人的身份，因为本身我就广州人嘛，可能也没有说需要一些很物质上或很实质上的东西。但刚薯条那个让我突然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我觉得薯条说的建议是那个叫什么取消户籍嘛，对不对？然后我就他提出这个点，我就想到，哎，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你上山下乡，政府或者是国家给予的一个最大的福利，就是只要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只要去参与到这个上山下乡的政策，比如说参与2年或3年，我就可以给你落户广州或落户深圳的一个福利。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呢？因为据我的了解，就我当时在读大学也是在广州读嘛，那其实很多我们学校的一个大学生的同学，他们基本上大部分吧，50%-60%其实都不是广州人的，不是本地人的，他们可能都是广东的其他地方，或者甚至是外省的一些朋友过来这边去读书。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毕业之后就想留在一线城市工作嘛，因为一线城市机会多嘛，而且薪酬高。关键就在于，其实你留在一线城市工作，甚至是学习之后，其实不代表你就已经落户了广州或者是深圳这些一线城市了嘛，你可能还要具备其他一些很客观或者是很苛刻的条件。那如果是加上这种福利的话，那会不会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吸引点？就他可能可以暂时的忽视一下，就让你现在的出现。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升空间吗？对，就让他感到很大的吸引点的一个福利。但是这个不就是跟他这政策的本意就反过来做吗？他政策本意就想把中国的人口在一线城市的拉到其他城市，让它平面化。那如果他现在反过来，如果让你有这样的奖励，就你去下乡之后2年回来，你就变成广州人的话，那你就也是往一线城市跑啊，最终。而导致到最终整个中国的那个人口的比重就会变相全部去到一线城市，然后其他地方都没有人啊。Max，你这点有最基础的事实误判。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它不是集中在一线城市的。就他想去一线城市呢？就如果你让他自由选择的话，谁不想去到一线城市那边玩啊，那边混啊？他就因为待不下嘛，因为他也没有医疗保障，也不可以上学，而孩子什么的也不能够在那里去买房什么的，就很多东西他就因为户口那个机制而导致到他本身是很想去到广州生活，但是他不能够嘛。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我觉得可以分阶段，就比如说现在这个阶段就业压力就是大，然后一线城市就是很饱和，然后国家可能需要就是疏散人口到其他的一些地区，或者是先缓解一下社会压力，避免社会动乱。那我觉得现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啊。但是你说，比如说过了两年3年之后，那这一批人 OK， 他完成了他的一个上山下乡的一个使命之后，他又回归到一线城市，会不会反而增加了一线城市人口的饱和度？我觉得那是3年后的事情啊。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决策对于年轻人来说，就可能你上一辈是怎么想我就不管了，对年轻人来说你都不能用强迫这个性质去让他干。比如说我要求你去上山下乡是不可能的，你让他自己感受到了吸引点，感受到了诱惑，他可以主动去选择。那如此类推也一样啊。比如说我回到了一线城市，你强迫他一定要离开一线城市，回到你的老家，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已经不行了，已经饱和了，溢出了，是没有办法的，说服不动的。你只有让他自己主动选择。比如说为什么我现在身边很多朋友都愿意回到老家的原因是，他自己都觉得他自己卷不动了。就一定要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
生存的一个，或者是晋升的一个机会，或者是说在这里的吸引点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大了，你自由选择才有可能往后退。任何强迫的行动或者行为，我觉得都不太可能让一个年轻人真的退去一线城市这些行列当中。但是问题是你还是解决不了那个问题啊。就好像你刚刚说的，他3年后，其实你现在我能明白，我能明白 KY 小姐，我能明白 KY 老师的意思。他其实是想说，就是这个所谓的给你在那工作2到3年，可以允许你在广东、深圳，可以允许你在广州、深圳落户，其实是一种，我理解它是一种保底，它是一种托底机制。然后就心态上的保底。有很多人，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他在一线城市会因为这个压力，他选择去就是靠这，他可能刚开始想的是我在乡村待个2-3年，然后我就能有这个户口，我就能回来，在这边继续发展了。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可能他在乡村工作2-3年，他的观念就改变了，他觉得我在这边同样能获得，同样有发展空间。同样日子过得也不错，而且还没有他们一线城市那么大的压力，那我还不如选择留在这边发展呢。所以说就利用这个东西去引诱他去做这个动作，然后他经历过之后呢，就觉得有些人可能还不错。有些人可能还有些人可能想法就是我就是单纯为了这个户口而来的，那我做完我就回去了，这种人肯定也是有的，但也是会有一批人会留下来的。就我觉得，而且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就我会觉得说，其实方法也是有很多嘛。比如说像 Max 刚刚提到的，比如说3年之后，可能比如说30万的年轻人全部都要申请回广州了，那怎么办？对啊，容纳不下。那其实政府就可以采取一些小小的手段嘛，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像薯条说，我只是保底，就给你们的，就提供这一个有可能实现的福利，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每年的名额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每年名额只有3万人啊，然后你们30万人要怎么去竞争这3万呢？就是你们上山下乡可以获得这个门槛，但是获得这个门槛，比如说你中途1-2年坚持不下来了，那就等于作废了。那如果你能顺利坚持3年下来的，可能30万里面就只剩下10万人了。那10万人呢，再通过比如说抽签或者是各种的打分比例，比如说你的学历啊、你的学校啊、你的专业技能，或者是你在这个3年期间的表现啊，有一个综合的打分，然后通过打分的高低，然后来进行排名的先后，然后选出3万人。就我觉得总有方法去限制这个人口的容纳的饱和度啊，就并不是说我给了你所有的牌，这所有的牌就一定要全部回归到广州。就政府不会这么傻去做这种这么绝对化的行为，我觉得。不知道啦，那以你们的看法，我觉得你们刚刚的描述的话，其实是有这种乐观的可能性吧，我只能够这样说吧。那就至于他之后实际怎么操作的细节，怎么去真的去可以不是强制化的，可以是一种正向的态度去引导年轻人或者以后的人去做出这种选择的话，这个就是这个真的是要那个政府或者机构做得非常完美啊。这我自己的话，如果就按照你们所提供的方案的话，我就比较悲观的态度去看，我不觉得以后会这么好，他们都愿意都停留在2-3线城市。其实就除了就业问题，他还要面临很多其他的问题啊，就好像那个什么找到相对好的那个伴侣啊，然后结婚啊或者什么的那些他们都会想嘛，就很多现实上的问题。但反过来，如果说你这话说的，那对啊，他们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落户的也不少啊。没有，我知道是不，但是我说的是大数嘛，就是我大比例嘛，你不要总说这个小的个案去做什么嘛，这大部分人会这样想嘛。就比方说，如果我们去假设，就除了户口以外，然后以后政府呢就建立在这个乡村，把乡村真的搞得这么好的话，它可以再安排你在
村里面给你分个房子或者什么，让你更加去乐意在那边去生根，然后结婚或者什么的话，对啊，那可能就好。对啊，对，我觉得这完全可以，这些都可以同时做到呀。就比如说你在这边待2、3年，你可以拿到户口，你可以回去。但是如果你要留在这边的话，我们这边也有相应的福利政策。对，国家分配伴侣。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个太扯了。这个应该不够分吧？但你说就农村地区分套房什么的，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挺可行的。就本身那边的那个叫什么土地价格也不高嘛，就相对一线城市哈。就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那个，因为政府的那个态度跟那个财政问题允许这样做嘛？那如果允许的话，那最好是有这样相对的这种诱力去引导你们去这样去思考这个，这样就会变成一种乐观的态度去看事情了。所以说看他们怎么做吧。但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方案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那就咱们只能继续看下去了，看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趋势了。那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你们这边各自有什么还要发表一下吗？跟观众说一下吗？哦，我想说，你说，如果大家还有这种中国的外国也好相关的政治问题的话，欢迎来我们新青年进行讨论。在 Discord 的社群里搜索“新青年”3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了。好的。那 K 小姐呢？你还有什么跟大家观众说关于这个 topic？我就觉得，如果结合这一期的主题吧，我就觉得说，如果现在年轻人不管是刚毕业也好，或者像我这种已经工作了几年的人也好，就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导致整个社会它的机会都在骤减了。那我觉得说，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听众朋友也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一定要按照我们当初给自己立下的各种 flag， 比如说我们一定要1线城市做到一个岗位，然后获得什么年薪100万，对吧？迎娶白富美，然后是走上人生巅峰，买房买车。就我觉得说，这可能是一种的人生可能性。但现在的大环境已经做了一个大的改变。那其实虽然大家都在说现在已经好像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绝望啊。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抱悲观的角度了。但其实有没有其实危机嘛，有危总有机。就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也有一些新的机会在运发着，比如说像自媒体，比如说像一些刚刚我们讨论到看不到的一些蓝海的机会。就我觉得说，可能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可以真的花时间去思考一下人生有没有第二种可能性。就可能它并不是我们常规走的那条所谓符合大众成功定义的那条路，但可能另外一条路会不会只是我们不了解或者是没发现，但可能它未必那么差，或者是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一些惊喜的收获。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去思考的。对啊，你说的很对啊。所以说我回应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希望可以引起这些新的思考、新的 idea， 让大家去重新去考量一下这个观点与角度的改变，就不要把就是农村啊或者其他的就业问题，或者现在你面临这个困境，第一不要抱着这种负面态度去看，应该去想象一下如何的去乐观的去看这个事情，找一些新的机会，把眼光开得更宽一点，然后思考范围更广一点，总会找到新的一个解决方案，新的方法去活下去的。那好，你刚刚那个薯条里还有什么要加一下吗？你最后你收尾吧。我想说是现在我们大环境不好，它的主要问题就在于经济增速放缓了嘛。但是我们不是要知道经济增速放缓，还有一个它还释放出一个信号是什么？是要开始解决这个再分配问题。对啊，我觉得大家包括他这次搞的乡村振兴也好呀，这个上山下乡也好呀，其
其实也是在解决这个分配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视角放在这个上面多一点，而不要总是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来看待。那有可能我们现在面临的，我只说一种可能性啊，可能我们现在面临的只是一个阵痛期呢。如果未来的这个社会走向是一个改善分配，从而促进社会公平的方向的话，我觉得我是完全能够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作为一个当今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应届毕业生，我是相当能够接受的。明白，对啊，所以说你说的很正确，所以我就希望通过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更加多人去更好的正面的去思考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啊，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啊，正面的去看生活。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的观看啊，下次我们再聊吧，拜拜。好，谢谢 Max，再会。好，拜拜。